关宁府远在辽州最西端，距离五原府并非一般的远。韩立御气飞行，足足走了10几日之后，才终于进入了关宁府地界。这一路上，韩立倒也没有碰见高阶修仙者，只有几个炼气期和筑基期的，偶尔御气远远看见，韩立也没有理会，远远避开，只是闷头赶路。在飞行了几日后，地面上的凡人渐渐稀少，景色也开始荒凉，仿佛到了穷乡僻壤一般。但2日后，韩立终于在一个叫做损云镇的地方落下了法器，并沿着一条土路缓缓走进了镇中。此镇比起路上看到的那些城镇要简陋得多，面积不但狭小，而且也只有纵横交错的3、4条街道而已。房屋也大多都是黄泥和木条糊成，显得有些脏乱不堪。韩立眉头微皱，走在小镇的一条土路上，不时地向左右扫视。此时的天气寒冷异常，但韩立却只是一件如衫披身，任谁一看也大感异常。但过往的一些穿着厚皮大衣的凡人却对此种情形视若无睹，没有谁脸上带有惊讶之色。韩立脸现沉吟之色，正觉得有些古怪之时，忽然神色一动，对面迎头走来一高一矮2名白袍人。这2人年纪不大，20余岁的模样，但是身上灵气流动，却是炼气期7、8层的修仙者。这2人看了韩立一眼，脸上现出了一丝讶色，走到韩立面前3、4丈远时，停下了脚步。高个子瘦削的青年忽然恭敬地一拱手：“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，可是来参加身亡大会的？”“身亡大会？没听说过。韩某只是听说附近灵草众多，来此寻找些灵药的。”“我说呢，大会已经开始1日了，前辈要是参加大会，早该去了雪灵山了。看来前辈真是路过此镇呢。”“不过没关系，前辈现在参加仍能来得及。这次大会是我们江宁3大家联合举办的大会，会上不但有众多灵药出售，还有10几株数百年的灵药和1株1000年的野参王拍卖。现在大会应该才进行了小半，最后的压轴拍卖还未开始，这可比前辈满荒山找灵药方便多了。大会上还有诸多散修和一些小宗门交换灵药，我们3大家都不抽取任何的费用。”另一名矮个青年有些讨好地说道，不光因为韩立显示出了筑基期的修为，而是身上的储物袋和灵兽袋全都不止1只，就足以让2人不敢怠慢。3大家，莫非是孔兆董3家？不错，我2人正是孔家弟子，专门在此接待一些闻风赶来的前辈。原本以为到了现在应该不会再有客人来的，正想也参加盛会，没想恰好碰见了前辈。此镇已经归你们孔家直接管辖了吗？我看那些凡人好像对我们修仙者都习以为常的样子，这可不多见呢。前辈真是慧眼如炬，此镇早在5、6年前就已经归我们3家共有了，镇上的居民也都是我们3家的外系凡人，故而对我们修仙者没什么害怕的。哦，这样啊，那倒是有些麻烦。韩立稍一沉吟，脸上却露出了为难之色。怎么，前辈还另有什么事情吗？可否告知晚辈2人，我2人也许能帮上前辈呢。没什么，此事以后再说不迟。既然有此盛会，那在下就先过去看看。那好，晚辈就给前辈带路。互望一眼，矮个子青年当即笑着说道。随后2人从身上各自摸出了一个圆盘状的法器，抛到了空中，人跳到了上面。而韩立见此，则随手扔出了一口闪闪发光的飞剑，身形一晃，人也就到了上面。前辈的法器竟然是上阶飞剑，前辈一定是哪个大宗门出来历练的内师弟子吧？否则这等品质法器，普通弟子根本无法得到师门赏赐的。高个子青年瞅了一眼韩立的飞剑，脸色一惊，一旁的矮个子青年也是一脸的羡慕之色。在下师门有规定，历练时不允许随便透露师门，2位道友就不要讨在下的话语。
韩立轻笑一声，直接挑开。那二人被韩立说中了心事，脸上有一些尴尬，但是越发肯定韩立真是某个大宗派的弟子，神色间更加恭敬。下面三人玉气飞天，催动法器朝小镇的南部飞遁而去。这个所谓的雪灵山距离小镇并不太远，在小镇上可以隐隐看到那连绵一片的黑乎乎的山头。这个雪岭山其实应该叫做雪灵山脉才对，山脉足有绵延万里之遥，也算是辽州境内有数的大山脉了。而且此山脉深处据说有妖魔鬼怪出没，不要说凡人，就是修为不低的修仙者也会在山中莫名失踪。但这些失踪修士的亲朋好友或师门长辈成群结队的找来时，却搜寻了大半山脉，丝毫异常也没有发现。但以后仍然有修士在山脉中继续失踪。但好在并非每个路过山脉的人都会失踪，并且失踪的也大多都是辽州本地的低阶修士，在山脉外围是安然无恙。故而经过一番叮嘱告诫，本地修士都不再深入此山，失踪之事立刻罕有发生，渐渐也就无人追究山脉深处的异常。江宁三大世家举办的身亡大会，当然不可能是在山脉深处了，而是最外围紧靠小镇方向上的一个高大山峰上举行。韩立从空中向山峰顶部望去，只见一大片华丽异常的楼台殿阁出现在峰顶之上，目光闪动几下，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建筑崭新异常，分明是最新才建立起来的，脸上不禁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。前辈到了，就是这里了。所有到会的筑基修士都会被分配单间的厢房，而结丹以上的前辈则会有一个单独的阁楼，以保证诸位前辈好好休息的。高个子青年指着下面，有些讨好。韩立点了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，但神识却悄然放了出去，往这片地方小心隐秘的轻轻一扫，眉头不经意的微微一皱，里面竟有一名元婴修士，不知是前来参加此会的修士，还是冯轸临死前说的那位孔老怪。大进士家实力还真不容小觑，要知道在天南修仙家族，修为最高的不过是结丹中期罢了。元婴级修士，天南的修仙家族根本无法培养出来。不过有一点让他意外，这位元婴修士身上的气息竟隐含一丝湿气，虽然很轻微，掩饰的也极巧妙，但韩立神识却远超对方太多，即使对方用心良苦，还是留心之下察觉出了那么一分。难道此人修炼的是魔道邪派功法？他没记错的话，孔家是出自儒门颇负盛名的天圣宗门下，至今还受此宗的支持。不管这位元婴修士是不是孔家老祖，光是结交这等人物，恐怕孔家都大不应该。韩立心中如此思量，人则是跟着两人落在了庄院的门口处，结果立刻从大门内走出了4名蓝袍修士，迎了出来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在地面下20余丈深的一间密室中，一个漆黑如墨的棺材突然盖子动了一下，接着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从缝隙中伸了出来，把盖子轻轻一推，一个玉冠黄袍的男子蓦然从里面坐了起来。此男子30余岁，相貌清奇，脸上隐现惊疑之色。怎么回事？刚才突然间一阵心惊肉跳，难道有人在偷窥我不成？这男子喃喃自语，迟疑一下后，将自己神识小心地放出，把整个山峰上上下下都搜寻了一遍，特别庄园中的众修士更是仔细之极。但是半晌之后，此人毫无所获，并未发现其他元婴级修士，眉头紧锁地沉吟起来。也许只是哪个老不死的路过这里，偶尔探查一下罢了。有着黑玉棺掩饰我的尸气，应该不会有人引起怀疑才对。玉棺男子自言自语，再次将身子躺回了棺材中，盖子自行合上，密室中再次恢复了平静。
地面上，韩立已被一名蓝袍修士引进了庄园中间修建的一处巨大广场，里面各种服饰的修士密密麻麻，竟有500-600人之多。不过这些修士却被分成了几块，分别聚集在明显划分出的几个区域中，或在商谈，或在交易东西。而在广场四周遍布大小不一的摊位，有摆在桌上，有直接摆在地面上，好不热闹。韩立会心一笑，这让他想起了当年初入修仙界参加太南小会的情形，如今想起来真是让人感慨。不过韩立有些意外，在广场的正中间却有一座临时搭建的巨大帐篷，上面白光闪闪，竟是一件法器，而帐篷足有100余丈之广，门口处正有些人进进出出的样子。目光一转，在广场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座同样有灵光闪动的青石殿堂，虽然有修士在里面活动，但比起广场和中间的帐篷外，人可就稀少多了，并有些修士或在殿口处徘徊不定，或交头接耳商量着什么。有资格在此的，除了3家的一些低阶弟子外，自然都是筑基期以上的修士，甚至结丹的在韩立神识一扫之下都有10几名之多。这样规模，除了元婴修士外，修士数量足可堪比天南一等的大派。而这只不过是大近一些地方世家举行的交易会而已。心中暗自思量着，韩立有些感慨。进来前已有带诏的弟子告知过了，知道上午是自由交易时间，下午才是拍卖会的开始。若是有什么珍稀材料、法器宝物，都可以提前交予拍卖会，而预定的交易会时间是3天时间，而现在正好是第2天，到了3天才是那只1000年身亡的压轴拍卖，恐怕来这里的结丹修士都是冲此物来的吧。韩立看了几眼后，就信步走入了广场之中。他这样一位新加入的筑基期修士，虽然脸孔比较陌生，但没有谁会注意的。一进入其中，韩立也立刻化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修士。四周摊位的东西果然像预料的那样，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。也许里面的确有些对筑基期和结丹期的还有些吸引力，但对经手过各种珍稀材料不计其数的韩立来说，自然兴趣不大。唯一能让其停留脚步的摊位，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古怪的法器或者材料。不过这样的东西没有那么多。韩立仔细辨认之后，又认出了其中的大部分来历，剩余的虽然根本没见过，但也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。花了不少时间溜达了一圈，韩立一无所获，正想走向中间的帐篷，看看那个宗门贩卖的东西时，忽然神色一动，人警觉地回转身来，只见身后2丈远处正站着一名尖耳猴腮的老者，有些愕然地望着韩立，有筑基初期的修为。这位道友，你好像跟着在下转了半天了，难道阁下认识韩某？道友不要误会了，在下金元并非想对道友不利，只是有些好奇而已。小老儿首次和道友见面，但见道友似乎对各种东西都了如指掌的样子，在下实在钦佩至极呀。哦，没想到道友还是个有心人。不过跟踪我这么久，不是只想对韩某说这些吧？看来道友也是明白人。其实除了好奇之外，小老儿是有一事相求的。什么事情？说来听听。